大家好，我是大熊。2000年6月17日下午，美国乔治亚州麦迪逊县一位居民拨通了当地警长办公室的电话。他告诉接警员，住在自己隔壁的邻居38岁的道格·本顿已经将近2周没有露面了。他希望警方派人上门看看，确认一下道格是否安全。乍一听，这似乎不是一通特别紧急的电话，毕竟一个成年人几天不出现，未必就意味着出事。可是道格的情况有些特殊，他家里养了许多珍禽，这些鸟不是普通的宠物，而是他投入了不少时间和金钱经营起来的生意。平时只要离开家，哪怕只是短暂外出，道格都会提前找邻居或者朋友帮忙照看。可这一次没有人收到他的交代。更奇怪的是，当邻居去他家查看时，发现笼子里的鸟已经全部死了。这个细节让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因为熟悉道格的人都知道，那些鸟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除非发生了特别紧急的事情，否则他绝不可能把鸟丢在家里活活饿死。接到报案后，麦迪逊县警方很快赶到现场。由于担心道格可能在屋内发生意外，警方最终决定强行打开后门进入房间查看。然而房子里的情况并没有他们想象的混乱，屋内家具摆放整齐，没有明显打斗痕迹，地面上也没有肉眼可见的血迹，整个房子看起来非常干净，仿佛主人只是临时出门，很快就会回来。可问题是，道格并没有回来。随后警方注意到道格的钱包、传呼机和手机都不见了，这个发现让案件出现了2种可能，一种是道格确实自己离开了，而且走得比较匆忙，没有来得及交代；另一种可能是有人拿走了那些随身物品，试图制造他主动离家的假象。当时警方还无法凭现场下结论，只能先按照失踪案展开调查。很快，一个女人进入了警方视野，她叫特雷西·福特森，35岁，是道格交往了9个月的女朋友。和普通的女友不同，特雷西曾是邻县奥格尔索普县的一名副警长，也是当地第一位女性副警长。她接受过专业警务训练，熟悉警方的办案流程，也知道警方在面对一起失踪案时，通常会先从哪些问题入手。也正是因为如此，从一开始警方看待她的角度就不同于普通的案件关系人。当警方打电话给特雷西时，她正和女儿待在父母家。据他的家人回忆，接到电话后，特雷西的表情明显变了，像是已经预感到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根据特雷西的说法，6月3号，他和道格因为琐事发生了争吵，于是第二天他去了道格家，准备缓和一下两人的关系。那天道格看上去情绪有些低落，不怎么说话，整个人显得心事重重。特雷西见他不愿多谈，也就没有过多停留，很快就离开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道格。几天后，道格给特雷西留下了一条语音留言，大意是说以后不想再见到特雷西，也让他不要再来自己家。虽然这些话听起来很决绝，但在特雷西看来，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之前他和道格也曾有过争吵，每次吵完后，道格都会说一些类似的话，但不出几天，两人又会重新联系，关系也会慢慢缓和。所以这一次，特雷西说他并没有太当回事，也一直没有联系道格，他以为道格只是像往常一样需要时间冷静。可是这个解释很快就变得站不住脚，因为道格的汽车被找到了。这辆车就停在邻居家的车道上，车钥匙还插在车里，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道格要离开几天，请邻居帮忙照看这辆车。这张纸条看似是在交代行程，实际上却留下了更大的疑问。如果道格真的准备离开，为什么只安排别人照看车，却没有安排人照看那些更需要照顾的鸟？如果他只是想要躲开特雷西，为什么连身边几乎所有熟人都联系不上他？而且一个人要离开几天，最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开车走，可道格偏偏把车留在了邻居家，钥匙还没有拔。这些细节拼在一起，让警方开始意识到道格的失踪很可能不是一场普通的离家出走。然而，正当警方试图弄清他到底去了哪里时，案件突然出现了转折。
6月19号，也就是道格被曝失踪2天后，奥格尔索普县一位农场管理员在自己负责的农场里发现了一个金属马槽。在农场里看到马槽原本并不稀奇，可奇怪的是，这个马槽被人丢在了树林深处，周围没有任何牲畜，靠近后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腐臭味。管理员立刻意识到马槽里很可能藏着什么不该出现的东西，于是立即联系了警方。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这个马槽里并不是空的，而是被人灌满了水泥，表面已经凝固，像是有人刻意把什么东西封在了里面。由于马槽太重，警方无法直接搬开，只能找来装载机将它抬起后反复砸向地面，试图震碎里面的水泥。几次撞击后，水泥终于裂开，裂缝里露出了一部分人体肩膀，肩膀上有一处明显的纹身。根据纹身特征，警方确认马槽里的尸体正是失踪多日的道格本顿。至此，案件的性质彻底改变。在这之前，警方面对的还是一名成年男子失踪，虽然情况异常，但仍然存在自行离开的可能。可现在，道格被人封进水泥，丢在偏僻树林里，事情已经不再有任何侥幸空间。这是一场谋杀，更准确地说，这是一场经过精心处理和掩盖的谋杀。警方随即勘察马槽附近的环境，他们在地面发现了明显轮胎痕迹，说明这个马槽很可能是被车运到这里的。而在不远处的一棵松树上，警方又发现了深深的绳索勒痕。结合这些痕迹，警方推测，凶手很可能先把装有尸体和水泥的马槽放进皮卡车后斗，开到树林附近后，再用绳子捆住马槽，另一端绕在树上，随后车辆向前开动，沉重的马槽便被硬生生从车上拖了下来，最终留在树林里。这个过程并不轻松，马槽本身就有一定重量，再加上成年男性尸体和大量水泥，整体的重量可想而知。凶手处理尸体时显然付出了相当大的体力，而且在选择抛尸地点时也一定费了很多心思，因为这片区域相对隐蔽，不容易被立刻发现。但真正引起警方注意的是，这片树林刚好与特雷西存在关系。根据农场管理员的说法，特雷西曾获准在这片土地上打猎，他的车过去也常常出现在附近。当然，这并不能直接证明特雷西就是凶手，但至少在现阶段，他作为道格的女友，又是前执法人员，而且还熟悉这片抛尸的土地，这几层关系叠加在一起，足以让警方重新审视他在案件中的位置。与此同时，法医也开始对道格的尸体进行检查。由于尸体被封在水泥里，腐败程度反而受到了一定限制，这让法医能够更加清楚地判断死因。尸检结果显示，道格头部有一处枪伤，一枚.22口径子弹从他的头顶射入，造成了他的死亡。根据伤口位置和弹道角度判断，道格中枪时身体应该处在相对较低的位置，或者正躺在某个地方。这也就意味着凶手并不是远距离伏击，而是站在道格身边，从上方朝他的头顶近距离开枪。一个能做到这一点又没有立刻引起道格警觉的人，显然不太像是陌生人。但是尸检中最关键的发现并不是这处枪伤，法医还在道格身上发现了多处刺伤，那些伤口全部集中在他的下体，而且是在他死亡之后造成的，这就让案件性质变得完全不同。因为一般的凶杀案中很少会出现攻击死者私密部位的情况，这种伤害方式明显带有羞辱和报复意味，也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情感纠纷。而在当时和道格关系最亲密、矛盾也最明显的人，正是他的女友特雷西。不过，在正式调查特雷西之前，警方还需要解决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道格究竟是在哪里被害的？于是，警方重新检查了道格的房子。这一次，房间里不再像第一次检查时那样干净，警方刚进屋就闻到了一股明显的煤油味。顺着气味检查后，他们发现客厅地毯上被人倒了大量煤油，屋里还摆着几根蜡烛，看上去像是凶手曾试图烧毁这栋房子。但是这个计划没有成功，蜡烛最终没有点燃沾满煤油的地毯，只是烧到一半便熄灭了。于是原本可能被大火烧毁的现场意外保留了下来。
警方开始一点点掀开地毯和沙发垫，很快在沙发附近发现了大量血迹。血迹并不显眼，因为沙发和地毯表面已经经过清理，肉眼很难第一时间察觉。但在地毯和海绵下面，血液已经渗了进去。这个发现基本确认道格就是在自家的沙发上被害的。也就是说，凶手先在房子里杀人，随后清理血迹，并提前布置了一套简易的纵火装置。在将尸体转移后，凶手又购买了马槽和水泥，把尸体封进去，最后运到树林里抛弃。这个过程非常费力，而且每一步都需要时间，所以在警方看来，这种程度的现场处理并不一般。凶手不仅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也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而曾经当过副警长的特雷西显然很符合这些特征。接下来，警方把目光投向了特雷西的住处。6月21号，也就是道格尸体被发现2天后，警方带着搜查令来到了特雷西家。在他家的阁楼里，警方很快找到了一把.22口径步枪。单看这把枪，或许还可以解释成巧合，因为那枚射杀道格的子弹已经严重形变，弹道专家无法100%确认特雷西家的枪是否就是凶器。但是在随后的搜查中，警方又找到了一张特雷西购买水泥和马槽的收据，还发现他的皮卡车后斗里存在拖拽和搅拌水泥留下的痕迹。更关键的是，皮卡车后斗的中间区域有一个椭圆形的印记，这个形状和大小刚好与装尸体的马槽一致。到了这一步，那把步枪就不能再用简单的巧合解释了，而是和其他物证一起成为警方指控特雷西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道格汽车上的纸条也出现了问题。笔迹专家认为，那张纸条有明显伪造痕迹，无法证明出自道格本人。此外，用来粘纸条的胶带也不是普通胶带，而是一种提取指纹使用的特种胶带。这种胶带具有很强的职业属性，通常只有执法人员才会使用，而特雷西曾经当过副警长，比普通人更有机会接触到这种胶带，也更清楚怎么布置一个看似合理的离家场景，所以纸条上的胶带也成了警方证据链中的重要一环。2000年6月21日，也就是搜查结束当天，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特雷西。在随后的审问中，他选择保持沉默，没有再做出新的陈述。表面上，案件似乎已经很清楚了，特雷西是道格的女友，两人又在案发前发生过矛盾，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和他有关，水泥、马槽以及皮卡车上的痕迹也都把他推向了嫌疑中心。但特雷西的家人和支持者并不接受这个结论，他们真正无法接受的不只是警方怀疑特雷西，而是他们认为这场调查从一开始就带着某种偏见。因为在特雷西身上还有一段绕不开的背景，也就是之前曾多次提到的前副警长身份。My love for law enforcement started fairly young. That's what I wanted to become. I wanted to be a police officer. 实际上，特雷西能够进入警界并不容易。她原本是一名单身母亲，靠一份份工作维持生活，后来才攒钱进入警校。毕业时，她成绩排在前列，34岁那年成为奥格尔索普县第一位女性副警长。对她来说，这份工作不是普通工作，而是多年努力终于换来的结果。可是仅仅16个月后，她就辞职了。根据特雷西后来的说法，他在警局工作期间遭遇了不公正对待，包括薪资不平等、工作环境中的侮辱性言语，以及来自上级和同事的性骚扰式玩笑。其中一个细节是，有人曾当着很多人的面讨论他穿什么颜色的内裤。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普通办公室已经足够恶劣，但发生在一个县级执法机构里，性质就变得更微妙。因为警局不是普通单位，这里讲服从，讲等级，也讲内部秩序和彼此保护。一个女性副警长如果公开指控上级，尤其是在一个相对保守的乡村执法环境里，她所面对的往往不只是个人纠纷，而是整个系统的排斥。
特雷西辞职后提出了相关投诉，而道格并不是旁观者，他对特雷西在警局的遭遇非常愤怒，也不希望他继续留在那里工作。按照特雷西母亲的说法，道格甚至鼓励他走法律程序，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如果闹大，可能会带来一笔赔偿，这就让道格和警局之间也产生了矛盾。换言之，在道格失踪前，特雷西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前女警，她刚刚与执法系统发生冲突，正准备通过投诉或诉讼挑战警局，而道格正是站在她身边鼓励她继续追究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特雷西的支持者后来始终怀疑警方对她的调查并不完全中立。当然，这种怀疑并不等于事实，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警方为了报复特雷西故意栽赃他杀人。负责调查道格命案的主要是麦迪逊县警方，而特雷西投诉的是奥格尔索普县警局。严格来说，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机构。但在现实中，小县城的执法圈子往往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分明，警员彼此认识，部门之间互通消息，谁和谁关系紧张，谁曾经得罪了谁，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正式文件传递。尤其特雷西曾是警界内部的人，他熟悉很多规矩，也得罪了某些人，这样的背景足以让他的家人和支持者产生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在他们看来，警方太快锁定了特雷西，意味着调查从一开始就带着某种预设。这种预设未必是故意陷害，也可能只是更容易相信特雷西有问题。而一旦调查过早形成方向，其他线索自然会被放到次要位置，比如道格过去与毒品有关的经历。道格年轻时曾长期吸毒酗酒，后来他试图戒掉这些东西重新生活，但他的过去并没有彻底消失。当地有传言称，道格曾给警方提供过毒品线索，甚至出庭指证过一名毒贩，导致对方入狱。道格的母亲还曾说过，那名毒贩在法庭上当场威胁道格，表示等自己出来后一定会杀了他。而道格失踪时，这个人已经出狱。更关键的是，道格本人也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此人杀害。他在失踪前曾录制过一盘录像带交给母亲保管，内容大意是他想给儿子留下一些东西，万一哪天自己被毒贩杀害，儿子至少还能记得他。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道格遭到报复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毕竟从作案手法来看，水泥封尸和伪造离家出走都可以解释为凶手试图拖延尸体被发现的时间。至于死后刺伤下体，也未必只能指向情杀，他同样可能是为了转移警方视线，也可能只是出于羞辱和泄愤。可是警方最终并没有把毒贩这条线查到底。他们认为尸体上死后的伤口已经把案件指向熟人之间的极端情绪，再加上特雷西身上的物证太集中，调查方向随之收束到他一个人身上。争议也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在检方看来，这是一条逐渐收紧的证据链，地点、工具、车辆、枪支以及伪造离家痕迹都能和特雷西发生关联。而辩方看到的却是另一件事，警方太快把这些异常解释成特雷西的罪证，反而没有给其他方向留下足够空间。换句话说，问题不只是证据多不多，而是这些证据能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2001年7月9日，特雷西第一次站上法庭。那一年他36岁，被控谋杀男友道格本顿以及纵火未遂。庭审一开始，检方就向陪审团讲述了一套完整的犯罪过程。在检方的版本里，特雷西和道格的关系早已恶化，两人争吵不断，道格试图摆脱这段关系，却激怒了特雷西。于是在某个夜晚，特雷西来到道格家，趁他躺在沙发上休息时，用.22口径步枪从后方朝他头顶开枪。开枪之后，他没有立刻离开，出于强烈的愤怒和羞辱心理，他又用刀刺伤了道格的下体。随后他开始清理现场，他清理客厅血迹，试图用煤油和蜡烛点燃房子。之后他把道格的尸体拖到后门附近，放进皮卡车后斗里的马槽，再倒入水泥，等水泥凝固后，将马槽运到自己熟悉的农场树林，利用绳子和树木把它从车上拖下来。
为了制造道格主动离开的假象，他又把道格的卡车停在邻居家的车道上，留下纸条和钥匙，让人以为道格只是临时外出。这套叙述非常完整，他把警方此前发现的物证串了起来，也解释了为什么道格家最初没有明显异常，因为现场被清理过，甚至差点被火烧掉。但辩方随即指出，完整并不代表真实。首先，检方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特雷西开枪，那支.22口径步枪只是可能发射过同类子弹，但由于弹头严重变形，无法完成精准弹道比对，也就是说，枪和子弹之间并没有形成排他性证明。其次，购买马槽和水泥本身并不等同于杀人。特雷西家里原本养马，购买马槽有正常用途，至于水泥，他曾计划给狗舍铺一个水泥地面。这些东西被买回家后并没有刻意隐藏，收据也没有销毁。如果他一开始就是为了杀人准备工具，这种毫不遮掩的购买方式反而显得奇怪。辩方还提出，特雷西曾发现马槽和水泥不见了，他当时以为是道格因为两人吵架把东西拿走了。既然道格已经死亡，也就存在另一种可能，真正的凶手偷走这些东西，用来处理尸体，再把线索推向特雷西。警方没有深入调查道格过去的毒品恩怨，也成了辩方反复强调的一点，尤其是那个曾经威胁过道格的毒贩。如果一个人曾公开说要杀害道格，而案发时他又已经出狱，那么他至少应该被接受严格调查。但在辩方看来，警方太早认定特雷西是凶手，导致其他方向被迅速边缘化。I don't believe they really ever had any interest in pursuing that. They never even looked at anybody else. 庭审过程中，特雷西没有出庭作证，他的律师建议他保持沉默，以免在交叉询问中被检方抓住漏洞。可对于陪审团来说，一个被指控谋杀男友的女人始终不肯亲自解释，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3天后，陪审团作出裁决，特雷西谋杀罪成立，纵火未遂罪成立。这个结果让他的家人无法接受。他的女儿当时年纪并不大，却始终坚信母亲不可能杀人。支持他的人也认为这是一场过早收束的调查，特雷西只是一个在警局矛盾和案件压力下被推到最前面的人。但这些质疑并没有改变判决结果，法院最终采信的仍然是检方给出的版本。判决生效后，特雷西被送入监狱。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特雷西随后提出上诉，理由是第一次审判中，辩护律师在陪审团遴选等环节存在严重失误。2004年，乔治亚州最高法院接受了他的上诉，认为他确实没有得到有效辩护，因此推翻原判。这个结果一度让特雷西的家人看到希望，如果原判被推翻，就意味着案件可以重新审理，对支持他的人来说，这是一次纠正错误的机会。第二次审判还被安排在了远离当地的艾芬汉姆县，也就是靠近萨凡纳的地方。这一次，特雷西选择亲自出庭作证，他向陪审团讲述自己和道格的关系，也讲述了购买马槽和水泥的原因。他试图证明自己不是那个杀人后冷静处理尸体的人，而是一个被卷进案件又被证据一步步推向深渊的人。可是第二次庭审结果并没有改变，特雷西再次被判有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对检方来说，这意味着司法系统已经2次确认他是凶手，但对特雷西的家人和支持者来说，这只是同一个错误被重复了2次。这起案件最复杂的地方也正在于此。特雷西2次被定罪，并不是因为某个孤立线索，而是检方把所有线索拼成了同一个方向。可支持者始终放不下的，也正是这个方向本身。证据越是整齐，越像是一条完整的链，也越像是一个过早合上的圈。这个问题不能证明他无罪，但他让很多人始终无法真正安心。因为案件背后还压着2个没有彻底散开的阴影，一个是道格的毒品过去，另一个是特雷西与警局之间的冲突。道格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仇人的普通人，他曾混迹毒品圈，也可能与执法部门合作，得罪过危险人物。有人威胁过他，而且威胁不是事后编出来的闲话，而是发生在他失踪之前。
特雷西也不是一个与警方关系正常的前员工，他刚刚离开警局，并提出了关于性骚扰和不公正对待的投诉。在一个地方性执法系统里，这种行为足以让他被视为麻烦人物。他不只是辞职，而是在挑战一个封闭圈子的权威。这并不代表警方一定陷害了他，但它意味着调查环境从一开始就不够单纯。所谓的不够单纯，不是说每个参与调查的人都在撒谎，而是说这个案子里早就堆积了太多人际关系、职业恩怨和地方权力。道格的过去、特雷西的投诉、警局内部的态度都像尘埃一样落在案件表面。当这些灰尘太多时，真相就很难保持清晰。最让人难以释怀的地方在于，始终感到不安的并不只有特雷西的家人，道格的母亲也没有真正得到安慰。他失去了儿子，按理说他最希望看到凶手被惩罚，可即便特雷西被2次定罪，他仍然觉得事情没有完全解释清楚。 It does me no good to lose a son and then think somebody that didn't shoot him is serving time in prison. It just breaks my heart. It's another victim. 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熊，我们下期见。